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这个背景你应该非常熟悉了，过去2年的视频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很多朋友以为是绿幕，但事实上它不是啊。你看，它是实景，就是对不起，我这个腿断了，忘记讲了。但是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公司这边其实是一个实景棚，你看一下，其实是非常粗糙的一个环境。我们过去的视频都是在这里做的。这个棚它的问题非常多，我们这边有巨型的蜈蚣，有莫名其妙冲进来的野狗，还有各种奇怪的东西会打断我们的拍摄。所以这2年我们苦不堪言，我们想着怎么着也得有一个更好一点的一个拍摄的环境。所以说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做得更好一些。因为目前这个棚真的没法看，你瞅一瞅这个棚，你看乱成这样。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很高端的什么爱图仕的这些灯，但是控制很麻烦。然后每一次我们现在公司100个人来拍，只要把这个景拆掉再用，拆掉再造，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次 talking 的景，我的光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这一致性相当的烂。因此在今年年初，也就是1月份的时候，我们团队就想着我们怎么着得搞个新的地方。我们发现最理想最合适的造棚的地方不在别的园区，就在我们公司对面。这个楼太大了，所以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个楼的改造。这个棚我们想把整个流程变得更一体化，然后更大，所以这怎么拉上了我们好朋友爱图仕，他们来帮我们改造，不是我们去改别人，给我们做了一整套非常厉害的灯控系统。我很想跟你来分享一下，就虽然现在我们还有别的很多东西没建完，棚也还没正式投入使用，但今天是个好时候来向你呈现一下我们影视飓风等了2年的7号大拍摄棚。 Let's go。这边就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棚的入口之一。这个棚可比我们过去要大太多了，总共占地面积有1000多平，我们以前的棚只有100多平的这个实际拍摄面积，所以我们能做很多的事情。就李思维今年做的所有的业绩，基本上都被我花在这儿了。我们可以来品鉴一下。对，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在影视行业，我们经常会需要一些高频的东西来保证我们画面的细节，所以说我们有个书架能够很好的来做一些高频的细节。哇，有点潮的。The Sound of Music， 为什么会有厂家生产这个东西把字给拼错的呀？它这个感觉是识别出来的，就是这种就是道具书，你会发现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然后你看下面这个，这种为什么它莫名其妙 Dictionary Works， 为什么它要把 Dick 这个 highlight 一下？所以说今年我们做的一大迭代，就是我们这个棚是一个纯自然光棚。就你看，其实以前我们的这个场景布光，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景都是过一个纱窗，看起来好像外面是晴天一样，但这个看久了你会发现它也不是特别的真实。然后太阳光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平行光。平行光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光衰是非常非常小，所以你正常一个灯你走远了它就会觉得变暗，但太阳光你走远你不会觉得它变暗。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影子是非常非常清晰的，然后整体这个光感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就哪怕不打灯也还挺好看的，对吧？像家里一样。这里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区的一个景，因为以前我们经常会有拍很多人的这个情况，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团队 Storm Crew 那些人，就是大家会希望能够一次性拍很多人，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之前说我们的 Talking 看起来就是太板正了，距离感会很强，但现在的话，你看我可以这样。对，就是一种很 casual 的感觉。就以后假如我们这样录 talking， 你会乐意吗？就我们可以请各种嘉宾、各种老师过来，这个叫什么 ？Pillow talking。对 ，pillow talk。然后你们会看到这里就是一个我的这个 talking 景，就是可以坐下来更自然的讲。我不知道你觉得会不会比以前的要好看一点？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大的叠布，用了一个爱图仕的这个1200D， 然后这上面用了一个这个600X， 然后可以给我面部稍微补一些光，但看起来我觉得光比还挺不错。李瑟，你过来拍一下。你拍一个正常的 talking 的景给大家看一下。哦呦，我发现我拍的这个非常感觉很不错，是吗？有一种我被美女包围了的感觉。就是拍出来的 talking 景理论上就是我这样可以对着镜头讲，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感觉李思维拍的和我们正常拍 talking 完全不一样。你为什么要乱动啊？然后这边是我们还没有建完的一个场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总裁景。说实话。我觉得一个总裁的办公室就该是这样的。怎么回事啊？说好的干完这一单55分，凭什么最后变成28分？你谁啊你？我是谁？李氏集团当初我们2个艺人，李氏集团当初是我们2个人一起办起来的。你看看这合同上写的。
你要是没有把目标完成，我就得多拿。销售额说好的1000亿，我拿了2000亿的，我怎么没有完成？我超额完成。你看我这合同上写的是美金，你做的是韩元。这韩币就韩币嘛，也挺厉害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短剧景。曾经我没有这个规划，我们这边本来是用来拍产品评测，但是李思维说这个地方满足他对所有这个公司 CEO 的想象。我很喜欢这种短剧，非常好。点赞过20万，我们出一期这样的短剧，把续集拍出来。这属于我们公司非常独特的一块角落，我只能这么说。这边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么一个科技景，我们可以把灯给打亮给你看一下。这边这个灯还是挺特别的，它显色指数能够达到99，而且这个外面太阳光你会发现光比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就算我们背景，你看外面有这些绿植啊什么，就整体都在动态范围里面。这个棚我们想做的目的是让我们平时来做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也许你想学，或者是公司的一些互动、一些小直播，都可以放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就可以来展示各种才艺啊什么的都可以。哎呦，没脚也能扔球。可以，这还是可以的，对吧？这个地方我们有吸取一些别的博主，比如说国外那个 David 2D， 还有一些别的很干净的博主的这个空间设计，他们是在背后做了一个鱼缸，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这边各位，你们能给我们点建议吗？就是假如背景要放一点东西，又要符合这种空旷感，又要让它显得有点科技感，应该怎么做？这里是我们公司一个新的场地，专门用来做俯拍的一个俯拍间。虽然现在比较粗糙，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预留了很多的这个位置，用来装各种道具。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俯拍，像这样的画面，但是过去都是临时搭一下，临时做一下。我们发现国外一些厉害的博主，不管是 Linus 还是 MKBHD， 他们都有一个标准的俯拍的空间，这样才能出效果。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标准化，打算装上各种各样的道具。以后我们可以列个道具单出来，如果你想做俯拍的话，也许这些道具是比较适合你的。这个是我们当初买的机械臂，但是因为这个机械臂它会有一点抖，然后所以最终我们现在把它用来做俯拍，这个还比较合适，放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这样李思维，比如说他也能够操作来做一些俯拍，你可以把自己放上去，你拍自己也可以，就俯拍你也可以，焦点给上，哎好，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这么一套流程。就是你想做一些特殊的视角，然后来拍一些手机、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用上这个俯拍的这个生态，有一种躺在液压机上的感觉，我润了。反正这就是我们这边这个俯拍的空间，目前还是一个毛坯的状态，但之后等我们再优化一下，应该你会看到我们频道上面会多出很多比较漂亮的制好景的这种俯拍画面，还不错。我们的访谈景这次也做了一些升级，不同于之前把灯架在走道，这次我们专门留了一块布光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架各种想要的灯。从那边把大功率的灯打进来以后，里面对应的场景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嘉宾来访谈的场景。以前我们嘉宾访谈真的很逼凑，说的我都对不起我们采访的那些嘉宾，环境真的太拉了。但现在的话，比如有嘉宾坐在这儿，我们有空调，完全是静音的，然后整体全部做了声学，也不会有什么混响。你觉得怎么样？还可以。我是觉得你一直在跟男嘉宾对谈，有点枯燥，所以咱们就是说打扮成了一个女嘉宾的形象来跟你进行这一趴访谈的环节。你的嗓音怎么比刚才更浑厚了？所以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比较适合我们会做一些嘉宾访谈或者广告拉片。其实你要说合理性的话，我想正常家里面确实不大可能长这样，但是这样的优点就是我们做这儿，这样双方的面光都会有，但是又有对应的反差。这个灯是我的面光，但又是李思维的这个背光，而这个灯是这个李思维的面光，又成了我的这边的这个侧逆光，所以相对来说适合多机位的场景来拍摄。这边的话还是会需要很多自然光或者整体的一个环境光来照亮，但里面有一个接近纯黑的这么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自由的来布光，那就是我们的科技景。刚才我们看的场景，其实和我们以往的频道差的还是挺远的。你会看到一些特别大反差的布光，要不就全是自然光。我们还想保留一点以前这个频道的味道，所以说我们还是留了这么一个景，就是比较科技和以前的风格比较像，但是全部是靠人造光来实现的。这边用来拍产品的特写，还有 B-roll 什么都挺合适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灯全部点起来看一下，然后你看，嘣，亮起来就是这样。
以前的话，我们控制这些灯需要摄影师去调老半天的时间，基本上每次拍一个 A roll， 你可能很难想象，我们摄影师基本上花2个小时来重新布一个景，然后第2天再被撤掉，再重新布，所以非常浪费大家的时间。但现在的话，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把灯全部长期的固定在上面。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大的行架，所以灯都在上面有个持续的供电。然后行架我们上面有很多的安全绳，防止这个灯掉下来把我一招送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然后至于控制的话，我们以往是使用 App 来控制，但很容易断线。现在我们采用的方案就是用爱图仕那个 Sidus One 能够进行做一个总的信号发射，然后采用 CRMX 协议，这是灯光协议里面比较新颖、比较好的一套控制方式。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综合的用一个控台来控制我们现场所有的灯。然后以前有些老的灯，比如说爱图仕300X 这个网上的一些灯，它可能不一定有这个芯片，所以现在你可以像这样，就是用一个这个 Sidus One 把它映射成一个接收器，然后再来进行控制。我们整一个拍摄场景现在效率就会高不少。这边是我们这边一个很小的角落，本来是不应该被用上，但是我们美师老师说，我们之前去找那些咖啡景，第一很干扰人家店里面经营，即便是拿到许可了，对人家生意还是有影响。第二，咖啡厅的光很难控制，经常是这个时候到了它就变成阴天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改了一下，你看，来一个亮一点的光，我们这边就可以立刻有这么一个咖啡厅的景的这个光就可以做出来。当然这边还有很多细节没有雕琢好，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外面已经立了多个这个高功率的灯，可以根据情况来切换。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夕阳西下的那种感觉，暖的，然后再回到刚才开场的时候的那种非常阴郁的感觉，想怎么切都可以啊。所以以后你们应该会比较多看到我们在这个场景里面拍各种这个小的产品特写，但是要拍这种讲话部分，这个地方就不是很合适，所以我们专门的一块地方用来拍我们那个讲话的 talking 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景应该是你比较熟悉的，我可以把灯一个个亮起来，可以跟你拆解一下目前的布光是什么样。我先亮一个灯，这边你会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基础的面光，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这边又回来一个面光，这就是我们平常拍的我们叫做科技景的这个地方。然后你会发现单独这样打的话，这个灯会非常的丑，因为画面没有纵深，也没有光比，所以说我们可以把窗外增加一个光源，让我面部的这个光有合理性。我们可以让外面亮起来，你看这边就亮起来了。然后把这边这个灯关掉以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灯可以单独依靠反射来把我的脸给打亮。这相比同时亮2盏灯，其实效果会好很多。这样回看我们以前的视频，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光会有点太平了，对吧？就是太像打美人光，打得太亮的感觉。就我个人可能现在更倾向于这种。然后你会发现我头后面加上了发光，这样能雕琢我的头发的细节，还有各种。然后灯光的话，目前我们整体是一个比较暖调的这个风格，我们这边用上很多这个600X， 然后这个600C， 然后外面的话还有这个 CS15， 还有这个 XT26这2款灯。然后 CS15可以改变色温，如果我们想的话，可以把这里变成一个迪厅，比如我们可以切一下，就变成一个冷的，就像这样，立刻就变了这个灯光。这是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要花好久去重新调的这么一个灯光方案，现在就可以变了。然后再变成一个暖的，然后再变成冷的，暖的，冷的。暖的、冷的、暖的、冷的、暖的、暖的、冷的、冷的，给你看，这是以前我们都不敢想的，但是现在只要让一个灯光师不高兴，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效果了。我觉得还挺好吧？你幸福吗？幸福。这里是我们公司的新黑棚。其实黑棚对一家公司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之前拍过很多有趣的画面，在黑棚里面都诞生了。不管是一些创意的那些表达，我们那些特殊的带屏幕的那些背景，都在那里拍的。然后李思维的那个黑暗涂料，当初也是在那个空间里面拍摄的。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但总的来说，现在我们这个棚又比过去大了好几倍。我们之前做那个荧光森林就是在这个新的棚里拍的，你会看到一整个景都是在这里造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给收拾干净，最近在拍我们的服装。然后我做了这么一套系统，我个人非常自豪。然后我们边上的灯，我们也想做点感觉，然后就做了一整套这个 Infinity Bar， 就爱图仕的这个灯，然后这样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不管是灯控还是像这样常亮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效果。然后我就想拍下就是这种你运动的瞬间，这样就很有感觉。我来喷2次，一次是这个涓涓细流，一次是这个狂暴喷射。好吧，拍2次，来吧。你往上喷嘛，像金鱼一样。倒放比较带劲，有种水娃的感觉。再用最帅的设备拍最无聊的东西。
所以这个黑棚说真的还是挺有用的，能拍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各位展示的棚都是在一个半完成的状态，我们还有很多置景什么要去调。但是爱图仕帮我们做的整一套这个 Sidus One 的灯控系统已经完成了，我估计也能看到这个整个灯控已经变成非常一体化的一个东西了。所以之后你看我们频道的节目有很大一部分都会从这个棚里面产出，我们会去不断迭代和优化。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也欢迎来告诉我们。那最后我们还能整一个活在这个棚里面，因为是黑棚嘛。要干嘛？关灯。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我们点赞、V3转发，这我们的非常大的帮助。再次感谢爱图仕对我们提供的巨大支持。同时，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话，可以打在弹幕区的评论区，我们也会去尝试实现。那我们下期再见。